嗨，大家好，我是 Gaston，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京都为何那样》。京都6月是梅雨季，那下雨的频率真的是蛮高的，而且有时候雨一下呢就是一整天，所以很多原本计划的小旅行呢都被迫取消了。虽然蛮可惜的，不过日本的梅雨季同时也是紫阳花的季节。那这个紫阳花呢，可以算是梅雨期最具代表性的风物诗。但是说实话，在这个雨季之前，我都不知道原来我们家附近就有这么多的紫阳花。那除了邻居种的，还有那个行道树下面呢，整整一排都开满了紫阳花，而且有很多的颜色哦。那光是看这些花，心情就觉得非常开心。然后有一天，难得出了大太阳，我们就专程跑到以紫阳花为名的藤生神社。藤生神社位在福建深草地区，那里面供奉很多的战神，还有很多马的形象，所以赛马人都会来这里参拜。据说这里还是日本端午节仪式的发源地。我们买了2张看这个紫阳花的门票，那一个成人是500块日元。藤生紫阳花院呢，虽然占地不是很大，但里面种了多达3500株的紫阳花，有很多不同的品种，那花色也很丰富。这个紫阳花院呢，它在每年的6月初开放，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为期1个月，花期还蛮长的。所以如果这段时间刚好在京都，有空可以过来看看哦。12生肖的鼠、牛、虎、兔子、龙、蛇嘛，龙看不出来，这长得蛮像龙的。然后羊、猴。买了2个那个12生肖的开运的吊饰，然后这个吊饰呢，它是用木头做的，很可爱。然后还有一个金牌写开运。日本的紫阳花在台湾叫做绣球花。那之前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这种原产于日本的花，它的名字要叫做紫阳花呢？毕竟这个花它有很多的颜色，也不是固定都是紫色的。那加上呢，都是梅雨季才开花，也不是太阳越大它就越开花。所以这紫阳这2个字，感觉就是有点海报不对人。那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花的名字它是源自于白居易的一首诗。那因为当时的日本学者他误以为白居易他的诗里面描述的紫阳花就是日本的这种花，于是呢他就直接命名为紫阳花。但其实这2种是完全不同的花。那白居易诗里的花呢，据说指的是紫丁香，所以这该算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吧。
这间位于新丰馆的甜点店最有名的就是挤花冰淇淋。那这次的梅雨季，他们也应景推出了紫阳花冰淇淋。可惜我们来的时候呢，都已经卖完了。店员说他们早上10点开门，然后11点多就全部卖完了，才1个小时就卖完了耶！我想今年应该吃不到了。还好新丰馆里还有很多店呢，是我们很想尝试的，像是这间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饺子店就是其中一间。这家餐厅它是以饺子为主，那就位在这个新丰馆里面。它的套餐呢有4种，然后上外面贴的好像只有3种还是几种，反正就是它4种，一种就是只有饺子的套餐，然后饺子配啤酒，然后饺子汤饭1个小菜，以及这个是饺子，然后2个小菜，然后饭汤都跟这个一样的 A、B 套餐很像，就是差别在小菜和这个饺子的分量不太一样。然后它有卖一些一品料理，其实它这个它有附英文菜单，还有日文菜单，它有附就是有一些简单的那个一品料理，小米料理，就是像炸鸡啦，然后一些那个炖煮的、饺煮的食物这样子，还有一些饮料。我们点了2个饺子套餐，这个是 A 套餐。那 A 套餐它是2份饺子，配上1小碟的这个渍菜，然后1碗白饭跟1碗味噌汤。然后这个是 B 套餐。B 套餐它的大概的结构是差不多，就是大家饺子是1份，然后白饭汤。那差别在于就是它的小菜不是渍菜，它就是一个像番茄的小菜，还有一个通心粉。先来倒一点酱汁，我要倒这个酱油，饺子的酱油，再加一点。然后我看一下它的辣油好了，好香哦，那个麻油香，好浓郁。不知道这是香料还是好像很像陈皮耶。我先加一点这个辣油好了。先来沾一个饺子，它饺子好软哦。好，来沾一下。它的饺子其实尺寸不是很大那种，然后皮薄，煎得脆脆的，然后馅料的部分感觉是它的蔬菜蛮多的，不是它肉和蔬菜的比，就是觉得蔬菜好像算分量是算蛮多的。而且我觉得口感算是，我觉得算清爽。然后还有这个，刚刚那个辣油很香，但不会很辣，可能也只是我加一点点而已。好，我来尝一下它的小菜。我先尝这个好了。然后它这边就是有西洋芹、红萝卜，是番茄，然后我刚刚有吃到一个黄的彩椒、红的彩椒，还有绿那个青椒，就是用番茄去烩煮的。味道是酸，里面带微微的甜味，很开胃的一个西式小菜。然后来尝一下这个好了，通心粉，它就是一个通心粉的沙拉，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吃一个，来尝一下，我试看这个牛蒡好了。酸酸的，我觉得牛蒡做成渍菜还蛮好吃的，脆脆的，然后咸酸酸的那一种味道，但是不呛，还算蛮柔和的。那最后来看一下它的汤其实好像还蛮简单，这个好像是是那一种像面筋的东西，还是那种很像面包长相，但是吃起来很像面筋。有一些小细绞肉、葱花，就很普通的那个味噌汤。那我们开动喽！现在吃一口饭。
还蛮喜欢这家店的饺子。那之前我有看过很多日本人的评价，说他们的饺子味道过于清淡，不过应该会蛮符合台湾人的口味。那有机会的话，不妨试试看哦。京都从5月开始，鸭川旁的餐厅就架起了纳凉床。那除了2条到5条之间的鸭川有川床，在贵船和高雄也有。那这些川床呢，也是京都夏天最有特色的风物诗。You just walked into front of the camera. 我们买了2个水果的糖葫芦，然后一个是橘子的，然后一个是草莓的。它一串是3颗，这样子。我来尝一个看看。我原本以为会很硬，但是还好。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吃的糖葫芦，它是用麦芽糖，可是它这个不是，它这个好像就是透明的糖，应该就是白砂糖去做的吧，做的糖衣。我现在来尝一下橘子的那个味道，它这个橘子很好玩哎，它其实有卖1颗的，对不对？好像有看到，然后还有切开来的。我先把叉子拿出来，哎呦，你插一点来吃吃看。它这个好像不知道是橘子还是蜜柑，蛮大颗的哈。很甜哎，它就是外面这边有糖衣，然后这个切面的地方是没有的，所以它应该是一整颗去裹糖，然后再把这个水果切成小块。我觉得这个橘子的味道是它的那个甜度是很刚好的，我觉得这好吃啊。然后这个橘子跟草莓比较起来呢，我比较喜欢橘子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它的橘子那个香气很够，然后也甜度也很好，然后配这个糖衣，我觉得非常刚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 Gaston，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也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的IG、Instagram，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